别再将目光局限于路面，也无需继续关注那辆引人注目的赛博卡车。你或许认为自己正在观察一家汽车公司的运作，那只是表象，一种虚假的认知。如果告诉你今天亮相的车辆不过是障眼法呢？这些看似新颖的产品，其真正目的是转移你的注意力，而真正的颠覆性力量正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悄然成型。你所看到的只是冰冷的金属外壳，却忽略了潜藏的巨大变革。到2025年末，那些传统的汽车巨头正面临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流失，他们正竭力模仿昨天的特斯拉，试图追赶。他们依然埋首于那些已显过时的发动机设计图纸。当他们为了争夺日益萎缩的市场份额而激烈竞争时，他们正基于一套注定要被淘汰的引擎蓝图而战。因为在他们争夺市场份额的同时，埃隆·马斯克并非仅仅在制造更卓越的汽车，他正在构建一种彻底颠覆传统汽车公司概念的机器。我们所讨论的已不再仅仅是交通工具，而是一场对现实的根本性重塑，涉及劳动力、能源乃至所有事物制造的物理法则。5项鲜为人知的技术，如同5把钥匙，通往竞争对手尚未察觉的全新领域。这绝非简单的技术迭代，而是一场旧时代的灭绝事件。若想在这场变革中生存下来，你必须深入理解这份蓝图。现在就请点击点赞并订阅未来科技，因为未来并非遥不可及，它已悄然逼近。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个谜底。制胜的策略包含5个关键步骤，每一步都足以构成一次颠覆性的冲击。首先，打破固有的产业流程，彻底颠覆沿袭100年的装配线体系。其次，引入48伏特的电气架构，实现车辆神经系统的全面革新。第三，采用4680电池，这是打开大众市场的关键所在。第四，部署端到端的人工智能系统，最终将催生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时代。第五，推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赋予智能以形体，并使其具备行动能力。单项技术已具备颠覆潜力，而它们的协同作用将足以奠定统治地位，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竞争壁垒。今天我们将深入剖析其技术栈，解析其运作原理、核心价值，以及这场融合将如何重塑一切。如果你已准备好，请点击点赞。欢迎来到未来科技。你必须认识到，特斯拉最具威慑力的武器并非汽车本身，而是其革命性的工厂。你或许听过那句格言，制造机器的机器，但随着下一代 G 平台的问世，这个愿景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即将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他们称之为无框化生产。1个世纪以来，亨利·福特的影子始终笼罩着传统的生产线，一条漫长的直线流水线，白车身在单轨上缓慢移动，机器与人类在狭小的空间内笨拙的协作，逐一安装各种零部件。但这种固有的节奏已被彻底打破。试想一下，整条生产线的效率都被最慢的环节所限制，形成难以突破的瓶颈。工人们争夺有限的空间，艰难地钻入车架内部，与复杂的电线束搏斗。这种模式是僵化的，任何改动都如同噩梦，它效率低下，显得笨重不堪。坦率地说，这种模式已经过时。因此，特斯拉的无框装配方法将这沿袭100年的理念彻底抛弃。它摒弃了单一而缓慢的长线，取而代之的是将工厂划分为多个并行处理的单元。想象一下拼装乐高汽车的过程，你绝不会先组装好车架，然后再费力地将小小的驾驶员塞入狭窄的车窗，那简直是荒谬至极。正确的做法是先组装底盘，然后分别制造前部模块、后部模块和驾驶舱，最后只需将所有部件轻松地拼接在一起。这正是无框化流程的核心思想。想象一下，在工厂的一个区域，巨大的前部一体化铸件正在集成电机、悬架和转向系统。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区域，后部一体化铸件也在同步安装电机。与之并行的中央底板，也就是集成了4680电芯的结构性电池包，也已准备就绪。真正的创新在于这种开放式的协同作业，工人和机器人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无障碍协作。想要安装仪表盘，易如反掌，没有车顶的阻碍，也没有车门的限制，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同时也更符合人体工程学。直到最后阶段，这些预先组装、预先测试的巨大模块才会汇聚，前部、后部喷涂过的侧板在最后一道工序中与结构性电池融为一体。结果呢？特斯拉宣称其工厂占地面积惊人地缩减了40%，生产速度提升了25%至30%。同时大幅降低了工厂的初始建设成本，这不仅仅是改进，而是一种全新的生产范式。若想紧跟这场工业革命，你必须订阅未来科技，这才是特斯拉得以高利润率实现$25,000汽车大规模生产的唯一可行途径。但其核心秘密在于这种无框化的方法，整个乐高积木式的战略得以实现，依赖于特斯拉的另一项创新——巨型压铸机。
你必须理解，传统的汽车底盘就像一个复杂的拼图，由70个、100个甚至更多不同的冲压金属部件构成。所有这些部件都必须由庞大的车身车间中数百台机器人精密地焊接而成。特斯拉的 Gigapress， 一台如同小型建筑物般庞大的机器，彻底颠覆了这个流程。它将整个前部或后部底盘一次性压铸成一个完整的铝合金部件，仅凭这一项创新，就减少了300多台机器人，消除了600多处焊点，释放了大量的工厂空间，最终的部件更加坚固、更加轻盈，而且至关重要的是，生产速度快得惊人，成本也大幅降低。这块巨大的铸件如同乐高积木一般，构成了无框装配法的基石，而这正是你应该点赞的地方。当竞争对手们才刚刚开始争相订购他们的第一台 Gigapress 时，他们已经落后了好几年。因为特斯拉不仅在设备本身方面领先，更在冶金技术领域拥有多年的经验积累，这才是其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这种特殊的铝合金兼具强度与韧性，能够实现高速且完美的铸造，这构筑了一条深不可测的护城河。对于传统的汽车制造商而言，他们已经在旧式的车身车间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想要跨越这道鸿沟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今你拥有了裸露的车身骨架，但还需要赋予它神经系统。60多年来，整个汽车产业一直受困于一个行将就木的标准12伏特的电气系统。你必须明白，12伏特的标准是为结构简单的机器设计的。在那个年代，汽车只需要车灯、收音机和电动车窗，但如今你的汽车已经是一台轮子上的超级计算机，而那套12伏特的系统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的瓶颈。问题的根源在于基础物理学，你或许听过这个公式：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若想提升功率，比如驱动更快的电动座椅调节，增强音响系统的性能，或者实现赛博卡车上搭载的先进线控转向技术，就必须提高电压或电流。由于行业长期固守12伏特的标准，唯一的选择便是大幅提升电流，其结果是必须使用粗重且昂贵的铜线，以应对发热和负载的问题。现代豪华车的线束系统重量可能超过50公斤，这意味着数英里长的铜线成为了整车中最复杂、成本最高且需要大量人工安装的部件之一。更糟糕的是，你已经触及了硬性的限制，未来的高功率系统根本无法在12伏特的系统上运行，既不高效也不安全。那么特斯拉是如何实现突破的呢？他们通过转向48伏特的系统改变了游戏规则。首先应用于 Cybertruck， 如今已成为 NextG 平台的标准配置。他们彻底颠覆了现有的格局。试想一下，要获得完全相同的功率输出，如果将电压提高4倍，就可以将电流降低到1/4。这正是一场深刻的变革。电流降低4倍，意味着可以使用更细、更轻、更经济的线缆，同时以热能形式损耗的功率也减少了16倍。Cybertruck 的线束体积仅为传统卡车的极小一部分，这节省了成本，减轻了重量，从而提升了续航里程，更大幅简化了我们刚才讨论的无框化制造流程。这是开启以太网数据总线的关键，单根电缆终于能够同时传输电力和数据，彻底终结了以往每项功能都需要独立布线的噩梦。但这正是所有传统汽车制造商都应该感到恐惧的地方。向48伏特系统的转型绝非仅仅是内部的技术调整，它将在全球供应链中引发巨大的冲击。数十年来，博世大陆和电装等企业已经将12伏特的系统优化到了极致，所有的车窗电机、水泵、风扇等部件都是基于12伏特的系统设计的。而特斯拉通过48伏特的系统转型，实际上使其现有的大部分零部件都变得过时。供应商如今必须重新设计、改造设备，并对所有产品进行全面的验证。福特或通用等企业无法轻易切换系统，他们正被尚未准备就绪的供应链所掣肘。但特斯拉凭借自主研发的大量控制器和核心部件得以主导这场变革，其垂直整合的模式使其能够消化这种复杂性，而竞争对手仍然受制于60年前的行业标准。这进一步强化了特斯拉在制造和成本方面的巨大优势，所以你的工厂效率很高，汽车的神经系统也高效运转，但你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难题：能源。汽车仍然需要突破性的技术才能真正实现全民普及，而这项突破正是4680电池单元，其名称仅仅代表了其尺寸规格。直径46毫米，高度80毫米，但其革命性在于其设计理念。传统的电池，比如 Model 3使用的2170电池，两端只有2个微小的金属吉耳，所有的能量都必须通过这2个狭窄的瓶颈进出电池，这会导致能量传输的堵塞，产生大量的热量，尤其是在快速充电或急加速时。4680电池的无吉耳设计堪称天才之作，它摒弃了微小的金属吉耳，采用了层叠式的螺旋结构，这意味着电池内部薄片的整
整个边缘都成为了导电的路径，能量传输的路径瞬间变得更短、更宽、更畅通。这一改变从根本上重塑了电池的特性。首先，发热量大幅降低，其次，能量传输的效率显著提升。这意味着电池内部薄片的整个边缘都成为了连接点，能量传输的路径瞬间变得更短、更宽、更畅通。这一变革从根本上改写了电池的特性。首先，发热量大幅降低；其次，充电速度得以提升，无需过多管理热量，电池便可以在瞬间承载巨大的能量。第三，瞬时功率的爆发。这正是实现 PLAD 级别加速的秘密所在，但这还不是真正的故事。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的解析，请为未来科技点赞，因为制造工艺才是真正改变一切的关键。这项名为干电池电极 DB 的工艺，与过去50年里所有人都沿用的湿法浆料工艺截然不同。湿法浆料工艺是将电池材料混合成有毒的湿糊状物，涂覆在薄片上，然后再送入长达100米的巨型高能烘烤炉中进行干燥。多年来，所有的电池都采用相同的工艺——湿法浆料法。将电池材料混合成有毒的湿糊状，涂覆于薄片后，送入100米长的巨型高温烘烤炉进行干燥。特斯拉的 DBE 工艺则将活性材料直接以干燥的形式压印到薄片上，无需溶剂，无需水，无需干燥。现在你需要明白这有多么难以置信，这是电池制造领域堪称圣杯级别的突破，这也是4680电池量产进程如此缓慢的主要原因。传统的湿法工艺就像粉刷墙壁，虽然缓慢，但涂料能够均匀覆盖。而干法工艺则像试图将一层细微的粉尘完美均匀地铺展在墙面上，使其牢固附着，并且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这如同将细碎的砾石压制成完美的镜面。而截至2025年，德克萨斯州的超级工厂终于实现了量产的突破。该工艺不仅承诺将工厂的占地面积和能耗缩减10倍，内部报告已经明确指出，单个4680电池单元的制造成本已经低于特斯拉从供应商处采购的任何电池。这正是整个拼图的最后一块，将这种廉价且高效的电池单元与结构化的电池包相结合，电池成为车身底板的一部分，减少了370个零部件，核心的关键就此诞生。这才是实现25000美元汽车的唯一可行途径，它也是特斯拉半挂卡车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因此4680电池是心脏。但现在我们要讨论大脑全自动驾驶系统。多年来 FSD 一直处于充满希望、争议不断、即将推出的测试阶段，但随着 12.0 版本的发布，它经历了如同从翻盖手机跃升至智能手机般的根本性变革。要知道，旧版的 FSD 以及所有早期版本都是由海量的代码堆砌而成，那是人类编写的复杂的代码站，由数十万行 C++ 代码构成的庞大而脆弱的规则手册。如果摄像头捕捉到红灯，则启动刹车；如果车辆正在并线，则计算其轨迹；如果遇到停车标志但存在行人且横向车流畅通时，这种方法脆弱不堪。人类根本无法为现实世界可能出现的每种边界情况编写规则。被树木遮挡的停车标志，施工人员挥手示意闯红灯通行，这正是真正的自动驾驶技术10年来始终难以攻克的原因。而在 FSD V2 版本中，特斯拉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他们删除了超过30万行 C++ 代码，用一个单一的端到端神经网络取而代之。这个新的系统并非通过编程实现，而是通过训练生成。特斯拉向其输入了数百万段顶尖人类驾驶员的视频片段，本质上是向人工智能下达指令，看这个，学会像这样驾驶。他做到了。如今，系统直接接收来自摄像头的原始视频流，然后输出转向、加速和制动的指令，光子输入、控制输出。这堪称物理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 ChatGPT 时刻。该人工智能基于所有观测到的视频数据，预测最有可能采取的驾驶动作。它学会了如何在无保护左转时缓慢前行，并非通过读取预设的规则，而是通过观察人类的操作。该系统具备无限的扩展性，要提升其智能水平，无需雇佣数千名工程师编写更多的条件规则，只需精选新的复杂的视频场景，将其加入训练集，然后重新编译系统的大脑即可。但人工智能的优劣取决于其输入的数据质量以及处理数据的计算机性能。首先是数据层面，随着超过600万辆配备 FSD 功能的车辆行驶在道路上，特斯拉拥有史上规模最大的数据采集体系。当驾驶员接管方向盘时，系统会自动标记该视频片段，比如在艰难的雪天中进行的左转场景，并将其上传至数据工厂。其次是计算机。你可能听说过特斯拉定制的超级计算机 Dojo， 但这里需要更新更高级别的信息。截至2025年末，
游戏规则已经彻底改变。特斯拉意识到，为训练 Dojo 配备独立的巨型计算机，同时在车辆中使用不同的芯片进行驾驶控制是低效的，这已经成为一个瓶颈。因此，他们正在进行转型。他们现在专注于统一的人工智能架构，新型芯片 i 和 AI6将同时承担这两项任务。他们正在建造新的训练超级计算机，可以称之为 Dojo 3，它采用与未来汽车相同的强大芯片。这创造了终极的飞轮效应。对于竞争对手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循环。更强大的人工智能带来更优越的 FSD 系统，用户越多，数据收集就越充分，人工智能的进化速度就越快，而其统一的计算架构驱动着这个飞轮以无人能及的速度和成本运转。这正是实现完全自动驾驶唯一可行的路径。当目标达成时，将释放出最具颠覆性的经济力量——无人驾驶出租车。一辆售价25000美元的汽车能够全天候自动驾驶，并创造每年30,000美元的收益。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辆普通的汽车，而是一种将永久改变城市和世界的资产。若想亲眼见证这一未来成为现实，请务必订阅未来科技频道。那么，当你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基于真实世界的人工智能，经过数十亿英里的数据训练，搭载定制芯片，由地球上能量密度最高的电池驱动的智能体时，你不会将其束之高阁，而是会赋予它双腿。这就是擎天柱，绝非将其禁锢于汽车之中，而是赋予它双足。这就是 Optimus。你必须明白，这绝非一个附带项目，更不是一个噱头，它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所有技术的终极融合。请思考。Optimus 的大脑运行着与特斯拉车队完全相同的神经网络，一个学会在混乱的街道上生存的人工智能，能够轻松掌控工厂的节奏，只需要将汽车的物理学替换为人类的物理学，行走、平衡、抓握。其动力来源于4680架构，制造工艺遵循相同的无框巨型铸造原则，进展令人瞩目。第一代机体只能勉强站立，但第二代半的机械手却拥有如此灵敏和精确的触感，能够拿起鸡蛋而不将其碰破。这并非模拟场景，这些机器人此刻正身处工厂，接管那些枯燥、危险或重复性的工作，但这仅仅只是开始。你或许会问，为什么要制造如此复杂的人形机器人？直接给他们装上轮子不就行了吗？答案揭示了我们雄心的真正规模。因为世界并非为轮子而建，而是为我们人类而建。我们的楼梯、门、工具都是为双腿、双臂和五指量身打造的。专用的轮式机器人只能局限于特定的环境，但像 Optimus 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在任何空间内工作。今天安装门板，今晚堆叠箱子，清晨回家帮你洗碗。你无需为了机器人而改造世界，机器人可以融入你现有的世界。这不仅仅是一款新产品，更是一支全新的可编程的劳动力大军，其潜在需求量高达200亿台。这场经济变革的规模将远远超过汽车、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总和。若想在这场未来的浪潮中保持领先，你必须订阅未来科技，因为当你拉开视野，真相便会显现。特斯拉的技术并非仅仅是零部件的清单，而是一种垂直整合的艺术。Gigafactory 生产低成本的车型4680电池是其能量的核心，驱动着 FSD 这个智能大脑，而这个大脑的终极形态根本不是车辆，而是 Optimus 的思维。你看，每一个部件都是一把锁，而下一个部件就是打开它的钥匙。它们不仅仅是在销售电动汽车，它们正在构建一个制造体系、一个能源网络和一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驱动一个全新的工业现实。这场惊天豪赌能否成功？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这场冲击？正是这个时代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核心命题。感谢您收看未来科技频道。如果本次深度解析令您震撼，请点击点赞按钮并开启订阅通知功能，确保您不会错过这场变革的浪潮。